昨儿这丫头问我说：“妈，咱们趁夏天还没有过去，要不要谈拿铁来个大脑壳？”然后我问她为啥呢？她说：“因为今天我的汉语老师教我一个词儿。”夏日拿铁。我女儿虽然颜值不错，但是性格略显骁勇。作为一个东北丫头，最爱吃这个捡蛹子、啃猪蹄子，画面之野性吓跑了多少个倾慕她的幼儿园男子。但是呢，这个东北姑娘由于流浪雾都多年，忘了怎么用筷子了。她吃这玩意儿还非得用刀叉。还有她的衣品，不傻子，玩的就是一个普天同庆，就是撞色，还特别喜欢模仿她姥拍景点照，就是去寻找一种赫本农家乐的感觉。这么骁勇的孩子最近上学了，因为他说的铁岭汉语，人家别的小孩没听懂，emo 了，现在对自己缺乏自信，社恐了。我说闺女啊，这都不是事儿啊。当别人认为你的口音偏远，听不懂你说话的时候，唯一一个解决方式就是把他们全带跑偏。因为我们东北人其实一直不是改不掉口音，我们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口音。妈对你现在已经相当满意了，你是要智商有智商，要情商有情商，而且现在回国了，营养也跟上了，还有妈给你准备的爱塔美露原奶，超高 DHA 含量，我当时就是看中了爱塔美这个含量贼拉高，还有这个共生元组合，让你自护力更强，将来和你爸一样做个蹦床苗子。听着没，姑娘，自信很重要，到时候你就歘出你那帮小同学，在气质和智商这个领域，咱就是一个。那你给大伙看看他家的这个备注啊，腰子不要去掉油边儿，盖饭多加钙，不用很多饭。盖饭太多的饭，不够的钙，不要多钙，不要太多饭，多钙，多钙。你汉语不是不好吗？你不是回家走丢吗？今天我真心向大家求助一下，你说我可咋整呢？我大胖媳妇回国2个月不到，体重已经长了14斤了。她到底为什么胖呢？人自己跟我说，我可能需要调一调，可能是湿气，可能是宫寒。我说也可能就是太馋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不老有人说外国人不吃内脏，不吃鸡爪子，不吃猪蹄子，这种现象在我家它怎么就不存在呢？我就问他说好的东西方文化壁垒呢？他说文化壁垒很脆弱，一个猪蹄子全攻破；文化壁垒很虚伪，一个烤冷面全摧毁。他说再说有时候我用筷子费劲，为了随时待命，我怀兜里边永远揣个叉子，吃啥都是叉烧，所以壁垒还是有的。我说这算啥文化壁垒呀？他说怎么就不算呢？怎么就不算呢？因为他太能吃，吃啥都香。我还特意上网查过有没有外国人不能接受的中国美食。我看很多人说是螺蛳粉，万一说螺蛳粉里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酸笋，没想到啊，我们一家4口人除了我都没吃过螺蛳粉。螺蛳粉一上来，居然全爱吃。大胖媳妇一共能迟疑了8秒光景吧？好吃不？太臭了，没有肉。啊，真香！文化壁垒就又在柳州沦陷。臭豆腐、辣卤大肠。所以我说实话，就他胖的一点都不委屈。就以他每天的热量摄入，他现在214斤，他都属于易瘦体质。我要像他那么吃，我都不是腰带不够长，我应该是挽联不够宽。然后我今天就好奇，我问他，我说8年前你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，你也不认识我，你一句汉语不会说，一个汉字不认识。那时候还没有外卖，你说你当时点菜得多费劲？你那时候瘦没瘦？他说没有，那不能够。那些年我是国际留学生群体中街头苍蝇小馆点菜小旋风。当时咋回事呢？就我们一到那些小餐馆，人一般就给你一张这个塑封的纸，要不呢就把这个菜单写到墙上。我身边一群外国同学都啥也看不懂，我也看不懂，但是我心眼多。你先看炒菜区，就选带月字的，肥肠肝、腿骨脑、内肘腰，还有脆。你虽然是蒙着点，但是选带月字的肯定不会上来个绿叶菜。然后在所有带月字的菜里头呢，选名最长的。然后这个主食区选名最短的。这个番茄金枝疙瘩汤和疙瘩汤差8块钱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哎，就选这个名最短的，除非主食区也有带月字的，比如肥肠面。然后呢，你一边点，你一定要一边撒吧周围的桌，有没有不同的桌点同一道菜？如果有，跟服务员直接指，不要像我同学一样傻了吧唧跟人发问啊，你好，请问他点的是什么？那样显得很无知，就直接报到总台就指我要同款。就这种天机，你们是不是都没有识破？我说没有，我们不识破，我们识字儿，我们识字儿。我说儿啊，你还以为你自己多厉害呢？就你那点算法，我们20年前就以诗歌民谣的形式流传民间了。那个叫3长1短选最短，3短1长选最长，参差不齐就选 B， 以抄为主，以蒙为辅，抄辅结合定能及格吗？我看到螺蛳粉都爱吃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放弃了，我找不到能制服这厮的中国美食了。就在我放弃的那一秒，我在冰箱里发现我爸早上买了一碗豆汁儿。今儿给你准备的这个豆浆特别精美的一个豆浆，就1000年能有1头驴能磨出这个豆来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。哎呀，你别辣着，喝点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贵啊，168，168，no，谁杠？要我尝尝，味道好像不太对。
洗了算了。哎，你们相信不？其实《再见爱人》里这个麦琳她嫁错人了，她有一个绝配，就是俺家大胖媳妇儿。哎，真的，麦琳要是嫁给了大胖媳妇儿，那真是嫁到了他的新趴上。最近我在跟大胖媳妇儿，我俩一起追《再见爱人》，这个麦琳不是说啥话都绕着弯子，老让你听她的弦外之音吗？给别人都整懵了。但是巧了，大胖媳妇儿根本听不懂弦外之音，她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。那天我看麦琳跟梁亮生气了，说自己不录了，我这边看着这个憋得慌，结果人大胖媳妇儿耶，不录了。你为什么不开心？太要走了，太要走了。但说实话哈，大胖媳妇这个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，完全不内耗这个特质，她只适合麦琳这种性格，因为她不会被她耗进去。但对我而言呢，她有点耗我，还耗张大铁。有很多时候哈，别人的这个弦外之音都得张大铁替他爸翻译。我妈最近在给自己装修新房子，然后那天俺俩跟我妈选电视的时候，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你就信我的，买最大的。我妈就是爱面子，爱排场，你就买最大的。大胖媳妇说，那电视也不是说越大就越好，咱得亲自问问我丈母娘说她到底要多大的。然后我们就给我妈打电话了，我妈是这么说的，反正你二姨家不就买个75寸的吗？75的吧，你老姨家整80多，气派是气派，但是吧，其实我还真是我不愿意跟他们攀比，挺老贵的，反正也是你哥和你小弟就非得给买嘛，说就是尽份孝心。我确实就是我不比他们大2岁嘛，我就确实是我有时候在你老家看小电视，我就看着可费劲了，眼睛都干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转头问大胖媳妇，所以我妈需要什么？要什么？要什么？给我急的，我跟俩孩子说，你俩告诉我，给姥姥买什么？完了后，我的钱哪去呀？对，王了钱。所以你看，跟他有啥话就得直说。你看我妈念叨喜欢拍照，她说可以给我妈报班学摄影，我说你歇歇吧，快把小米15手机给我妈送过去。徕卡光学硬件素质拉满，拍出来的人一看气血就好，白里透红。AI 算法直男拍法也出片，跟苹果设备传照片都很方便。我都懒得跟大胖媳妇解释了，爱咋咋地吧。但我觉得可以让张大铁试一下。我说张大铁，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跟你爸唠一下，跟他说一说这个道理，就是人有的时候说的话是这样说的，但他意思是相反的。妈妈，你懂了吗？姥姥说她不要太大，意思就是她要最大。为什么？吃饭的时候，妈妈说咋不撑死你呢？妈妈是要撑死你吗？妈妈是说让你别撑死我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看电视的时候，妈妈说你一直看啊，你别睡觉，明天也别上学。妈妈是让我不睡觉吗？不是，妈妈是让我睡觉。对啊，你想看电视？不是，你问妈妈要自行车的时候，妈妈说我看你像个自行车，是说你像自行车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说我像自行车。不对，妈妈说的是我像自行车。我像自行车。我是自行车。妈妈说我像自行车。你这都掉。我像自行车。爱咋咋地了。我儿子张大铁，爸爸是加拿大人，但是一句英语不说这个事儿，到底是因为啥？我心中其实有个答案，但是我没跟你们说，你们帮我分析分析，看有没有道理。我觉得啊，张大铁压根儿就没把他爸当爸，甚至他都没把他当人类，他一直把他爸当成了一个宠物。我是有一定论据的，你们跟我细品。你们知道张大铁1岁半之前是在铁岭跟我妈一起住，在铁岭这边土地上啊，他不但没听过说整段英文的人，就连那种就说中文咔嚓就加几句英文，就让我们来 check 一下他 base 在哪儿，那类人他也没见过。然后突然间在拿铁1岁半时的一个初秋，他爸出现了，然后拿铁就从铁岭搬到了北京的一个新的房子里，在这个房子里就有这么一个白胖子。在拿铁的视角里，他不光长得不像个人类，他还不说人话，就一直在发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。那是什么而在此之前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拿铁1岁半之前在铁岭的时候，我妈养了一条狗叫玲玲。玲玲的特点是白毛，很胖，爱叫，喜玩耍。然后拿铁刚认识他爸的时候吧，不管他爸叫爸叫名。有一次骑着大胖媳妇脖子下楼玩，拿铁就看着旁边有俩小孩遛着狗疯跑，拿铁就拍了他爸一下头说：“快跑 ，Jimmy！” 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没有产生这个联想。但后来有一次，大胖媳妇带着拿铁到楼下小广场玩，一群孩子都带着他们的爱宠围在一起。拿铁突然回头看了他爸一眼，说 ：“Jimmy，握手，握手。”他爸也没懂啊，乐呵就握手了，以为父子关系在逐渐亲近呢。结果拿铁说 ：“Jimmy，坐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啊，谢谢拿铁，爸爸在坐着呢。”我当时后背一身冷汗呢，我想说，该不会这孩子要的坐是用后腿那种的吧？用后腿那种的吧？哎，你们品是不是很有可能？当时拿铁心中的爸爸是一只前腿握手、后腿坐的爱宠。我就发现，其实拿铁对这个庞然大物啊，他是非常喜欢的，但是他选择和他相处的方式，完全是模仿我妈和玲玲的方式。玲玲胖，我妈怕她热，天一热就领她去那个宠物美容院，告诉人家说给搅光光，要不狗热。我家人都逗这个事儿，玲玲又要搅光光了，又要搅光光了。然后有一次在铁岭，我老公要去剪头，带着拿铁去的。我老公汉语不好，到那叽里哇啦说一堆，人理发师也没太听懂。结果拿铁直勾的看着理发师，给 Jimmy 搅光光。
小公公。我的这个观察和猜测啊，做一个秘密被我尘封了。我觉得大胖媳妇如果知道自己老带着儿子下楼玩，其实是被儿子溜，心里可能挺难受。但也就1个月吧，拿铁跟他爸熟了以后，就不让他爸表演握手了，明白了那是爸，但是依然坚决拒绝用英语沟通。我跟大胖媳妇说，你如果想打破这个文化壁垒，那只有你把汉语学好，没别的招了。我说你曾经因为不说汉语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，等你老了我再慢慢跟你说，你都行过去。你可以用我们的语文。这套书是新华出版社和猿辅导联合出版的，跟着新华社的文章感受一下人家怎么用的汉语。听说现在还行，你跟着写作的书学学写，咋找灵感，咋动笔，咋用词儿。阅读书也把每周要读什么给规划好了。所谓嘴笨手笨，都是脑子里储备量不够，听不懂的直接老师给你讲。但是我发现吧，大胖姐确实是在学汉语，但是她复习知识点的方式非常另辟蹊径。比如她老接着诈骗骚扰电话，但是她就是不挂。人家说先生，您在我们的平台上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提现额度，您如果下载什么什么什么，您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，从而享受3年内免利息、减免部分贷款等政策。他就搁那哇啦哇啦说一堆，给骗子都唠疯了，诈骗犯都不适应了。这个用户不会是要给账号信息了吧？结果他这边呢，就跟咱们小时候练英语听力似的，他就逮着一个词儿听懂了。哎，我听懂了那关联词从而，你给我打电话，从而骗我钱，从而我报警，从而把你抓去，把你抓去。